我的研究是一个思考的科学。我很崇拜的一个发现 DNA 中古螺旋的大师 Francis Crick， 觉得脑才是研究意识最重要的器官。我的研究专长是认知控制，包含作业转换、五种作业任务，还有错误监控。同时呢，我也探讨老化、睡眠剥夺应用的题目，比如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会不会受到这个网络成瘾的这个现象所影响。心理韧性是我最近这几年很专注的一个研究议题。我很不喜欢复制别人的东西，很喜欢新奇的东西，而且我也很喜欢跨不同的议题。我最早就是选择罕见的题目，就是作业转换嘛。我们那时候一篇开拓性的论文发表在1994年，就成了现在这个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博士研究的后期，我指导教授还带领我进入了2个很关键的议题，就是现在人工智慧还有认知神经科学重要的一个先驱，所谓的 AI 的第2波的高峰，其实就是平行分布处理模型。它很像类神经网络，可以来解释人类的这些认知功能，这些算则都可以应用到这个深度学习上面。第2个关键是 PET-scan 的研究，那时候连功能性磁振造影都还没有发展出来，所以利用 PET-scan 去看作业转换的时候，它涉及的神经网络会是哪些，也完成了全世界大概第1篇利用 PET 来做的作业转换的论文。我93年回国之后，所以我就转而去看这个神经病变患者，特别是帕金森氏症患者跟额叶患者。当时就有发现额叶跟这个纹状体的这个回路其实跟作业转换很有关联。当时也跟成大神经科合作，到1999年健保开始启动了，医师就跟我说，谢老师，从此以后我要转介病人给你可能会有难度。那时候我刚好同事有做这个专门在用脑电波，那我们就买了一台EEG的设备。那我就想说不行，我还是要自己了解这些原理，所以我就去美国就学了1年，返国之后我就设立一个认知电生理实验室，带动很多的相关研究。2009年加入成大的时候，国科会刚好就补助了 MRI 就磁振造影。这些仪器很重要，是说它是非侵入式的，最好就追踪一个人从小到大大脑的这些变化。花了几个月时间去这个澳洲去学这个 MRI 的仪器，资料库怎么建制，投入了这个 fMRI 相关的这个研究。我甚至自己居然就当这一类期刊的总主编，这就是我自己个人每个阶段就寻求这个技术上的突破。我虽然鼓励这个新进的学生要做罕见的研究议题，前提一定要博学多闻。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指导教授的研究室，他的书从地上一直到天花板3面墙都是，他就一本书一本书拿下来问我，这本书你读过没有？没有。连续拿到第7本，我脸都红了，就笑一笑说，那我等一下任务就是去书局或者是图书馆去拿这7本书，读完以后你再来跟我约下次面谈的时间。我当时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去找我老板，然后我们就开启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其实最重要就是说，读了很多之后，你才会知道哪一些议题其实还可以开发，而且是值得开发。错中学，学中错，因为很少人是一开始知道兴趣在哪，那你是做了以后才会知道。去老师的实验室可以去做自愿性的学习，你可以去读老师的论文，你可以知道是不是你心目中的方向。现在高等教育很需要关注学生有没有去做深度思考，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主动去发掘问题。在阅读文章，我都会劝学生说，你先不要看它的结果，甚至你还不要看它方法，你光从它的假说设想，这如果是你提的假说，你有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验证，然后你再去比较你的方法跟他的方法有什么优劣点，那你就可以学习到真的多了。高龄化的问题，限定运用很大型的资料库，收集每一个人从他的生命历程从小到大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资料。我们台湾当然也有生物资料库啊、基因资料库啊等等，可是那些都局限在
比较像公卫层次问卷啊，或者是医学要用的这些生理指标，根本就非常缺乏我们的心智功能、认知功能，还有脑影像，甚至现在我们刚推的脑库，这些都是台湾刚要做这些事。这几年我就一直在努力累积比较长期的资料库，因为唯有你长期周期，你才有办法去了解这些疾病怎么来，特别是像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忧郁症，还有这个创伤性脑伤，你会了解脑部疾病的变化，预防很多疾病。所以我觉得台湾要赶快支持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人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赖它，有这些珍贵的资料累积，你才有办法解开人脑的奥秘。